My name is George Fleming, and I'm sitting here with my friend Chris Parker. And I'd like to ask him a couple of questions about how he got into learning Chinese and what his experience is so far. And we'll be conducting this in Chinese to give you an idea of what it sounds like, what it feels like. OK， 那咱们开始吧。好的，高老师，好。那高老师，你为什么要学中文呢？当时是什么启发你呢？其实我对语言本身是非常感兴趣的。以前我也学过法语，还有西班牙语，还有一点点俄语。但是其实我俄语也讲不好，也没学好。但是反正我学过一些不同的语言。高中的时候，然后开始对语言感兴趣，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学科吧，然后所以开始对中文还有比如说像阿拉伯语还有不同的语言感兴趣，然后最后我想给自己带来一个新的挑战，所以就想学一门比较有难度的语言，想挑战自己，所以开始学中文的。你之前学的这些语言其实他们也都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法语啊、俄语啊或者阿拉伯语，他们也都代表一种文化啊、历史啊。他们也那为什么你会选中文呢？而不是其他的语言呢？我没学过阿拉伯语，因为阿拉伯语我觉得实在是太难了，我不想学。没有，我觉得其实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没有那么多人在学习中文，所以我也想就是学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一个专业，然后包括中国这个文化也有很多吸引人之处吧。就是比如说汉字，我们觉得汉字比较有魅力啊，或者是挺有意思，反正，然后没有那么多人在学习中文，所以我就想学一个也不一样的，说实话，然后也是一个挑战。如果你想学这个法语和西班牙语，因为我们都是英国人，你也可以去法国，也可以去西班牙，也没有那么远。但是我当时就想，如果想学中文，可能要早一点开始，因为毕竟是比较远，然后也需要很多时间，还有很多的努力。那你是什么时候？你说学习你要开始的早，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学习中文的？我是大概17、18岁，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学习中文的。那其实这个也算蛮晚的。其实我们都是。基本上我们都一样，就是学过中文的，对吧？对，基本上就是上本科之后才学习的。所以这个有没有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有一个挑战性呢？后来有没有后悔这一点呢？也不能说后悔吧，但是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语言学起来非常之难，然后包括汉字。比如说，从一开始我们要学很多汉字，要不仅是要认出来这些汉字，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还是要能够写。然后我觉得这个写字这一方面是特别有难度的，包括从一开始有那么多字，比如说我们每一节课可能有20多个字，然后就可能写了几遍，但是一直记不住这些字，然后一直会忘记这些字应该怎么写。然后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不断的写这些字，才学会了应该怎么写。这个也一开始是非常痛苦，然后一开始我也发现了这个好像比我想象的更难一些。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还是学到了更多，然后一切都开始对我来说开始更清楚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难了。然后其实可能没有别人说的那么难。因为一开始我去访问不同的大学嘛，然后去看他们的中文课程，然后我印象很清楚，我很深刻的，我认识了一个大4的学生，他说他已经学了4年的中文，我说你现在中文水平怎么样呢？你会说吗？你会读吗？他说我现在看一份报纸。看报纸，比如说，能看得懂一个大概的意思，但是也不是很容易。然后我当时就想，因为我不想觉得这个东西有那么难，所以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可能自己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或者是没有投入那么多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可能有别人说的那么难吧？没法相信，对，肯定有原因嘛。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就是一直就是很顽固的，不想相信它有那么难。所以后来我开始，其实没有别人说的那么难，包括这个发音，也包括写字，因为你写字比较难，但是你认字其实没有那么难。比如说你能看到一个字，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常用的字，然后也可以学会的。那尽管如此，你觉得就是学习中文的时候，可能最大的挑战在哪里？我觉得肯定是汉字，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发音其实是一个问题，觉得你要必须是一个很有音乐天赋的人才能学好中文。比如说中文的不同的声调嘛。是的。对，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不一定是每个中国人特别有音乐天赋，对吧？对，不可能，不可能都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发音虽然跟英文很不一样，但是没有别人说的那么难，但是最大的挑战还是写字，因为包括到现在我有很多字是可能想不出，具体怎么写，但是我能认，可能几千字吧。但是你让我写一个特别难写的字，比如说打喷嚏，我肯定不一定会写，其实很有可能不会写。不仅是我们老外，好像当年我们一位老师，这个老师也会忘记这些一些，就是中国人也会忘记怎么写，所以这个也很正常嘛。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怎么写字，都是用电脑来写，或者是手机发短信、发微信什么的。所以你不会写那么多次，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一个外国的学者来说，你不需要写那么多。那你完全可以用电脑哈。那你刚刚说就是我们经常会忘记这些字怎么写啊？你有没有什么拿到什么或者找到什么方法，可以让更好的认字或者更好的记住这些难记的汉字呢？我觉得可能每一个汉字你要看很多遍才能记住，你不可能是看了一遍就能完全记住它的意思，还包括怎么写。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可能是知道那些字的一些组成部分，包括部首，知道这些组成部分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一个草字头，或者一个心字底，是不是叫心字底，或者一个这些部首都是什么意思？然后这样你就有一些小小的提示，可以告诉你这个字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比如说还有些字还有发音部分嘛，比如说地方的方，我们还有访问的访，也是同一个那个方那个部分也是一样的，也包括很多不同的字有相同的意思，或者相同的发音。也可以学得到，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多读，然后看到这些字的一些上下文背景，然后通过这个来慢慢的理解这些字是什么意思，然后慢慢你肯定会学会的。那对你来说，发音就是当时你刚开始的时候，发音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吗？对你来说，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发音是一个你特别要注意的事情，特别是声调。如果你从一开始不用声调，你完全就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意思，你不用声调在说，然后你后来会有很大的麻烦，很多问题。比如说，如果你一些发音问题，如果你从一开始不搞明白，或者是不练的话，后来会很麻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声调不一定是别人说的那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方面。改的早，对，要改的早，改的晚，对，就是这个意思。挺好的。那你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啊？第一次来是2006年，我先去了香港，还有北京，是做旅游，就是那你观光啊。当时就是说你去中国之前，你有没有学过一点中文呢？其实我跟你差不多，我就学了一些简单的句子，就是来的时候也是略知一二，
就可能说1、2、3、4、5，然后你会讲英文吗？就希望别人会讲英文啊，就其他的都不会说啊。但是当时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学习中文，所以我知道可能我下一次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沟通的机会，真的能够有中文跟本地人沟通。那你第一次就是在华语的这个环境，就是比较深入的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呢？我去过，我07年去了一次台湾，待了2个月，然后我08年也来过这个北京和其实是杭州，杭州和上海那边，然后后来就去了北京、青岛。那你在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发现，就是你讲的中文人家听得懂吗？还是？可以说中国人很愿意跟外国人交流，也很愿意跟外国人讲中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能听懂你说的每一句话，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人家愿意跟你沟通是一个很好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你还是要有一点点耐心。然后比如说你说一句什么，对方听不懂，你可能要再说一遍，或者是要稍微耐心一点，或者是回去学习应该怎么说，或者那个声调是不是对的，你是不是你想说汤，你说了糖，但是这些问题没有别人说的那么严重，我觉得。一般就算你不用声调，或者是你的一些词语的用法不恰当，对方应该大部分的时间能听懂。是的，对，所以但是当然有一些不理解的情况，然后包括可能最大的问题是我可能一开始表达都比较简单，就会说一些简单的句子嘛，然后慢慢的开始积累，慢慢的开始说得更好。但是虽然我可以简单的沟通，但是对方说的也很复杂，也很快，也可能有口音嘛，可能有北京腔，或者是有不同说的好像有一点方言的感觉，或者是有口音，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你来说，但是可以克服的。对你的听力其实这是蛮大的一个挑战。对，来自不同的地方，你可能是不是熟悉了这个地方的口音，对，然后你再到某个地方，然后你再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你从北方到南方，对，然后觉得他们说的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可以适应的过来。是，就是要一段时间，可能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适应那个是的不同地方的口音。那如果说这个过程肯定是需要耐心，那就是说你一直坚持到现在，对吧？好多年，对，快10年了，快8-9年了。那如果说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可能我们的观众啊会考虑我是不是就是平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中文的，就是万一就是我平时很忙啊，可能我要上班啊，我要学习别的，那你有什么建议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我觉得首先你要对这个语言本身或者是这边的文化感兴趣，才能学得好。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说中文其实是很酷呢，然后你就想学一点，其实这个动力可能不够强。你可能要真正的对这个语言感兴趣，或者是对中国的文化，不管是吃中国菜，或者是功夫，还是不管是什么，或者是对这个汉字很有兴趣，你要有这个兴趣才能学得好，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的问题不一定是别人说的那么严重，因为每个人我们都很忙，我们不能全职学习，对吧？我们都有很多人都得上班呢，都有家庭或者有孩子，有别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每个人，比如说你可以学习20分钟或者是30分钟，然后你每个星期坚持学一次，或者是2-3次，更好。其实你可以你可以进步的很快，你不一定要觉得我一次要学习那么多或者那么长时间，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学，然后一步一步的来，我觉得是每个人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不一定呢，当然你要有明确的目标，比如说你要想跟
比如说跟旅游的时候能够沟通，或者是就是能够说得出来，是说一些简单的对话，然后后来你要开始积累嘛，对，因为可能一开始你不能完成那么大的一个任务，所以还是要一步一步的继续，然后这个坚持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觉得我学习中文我1个月或者3个月或者甚至6个月的时间能学好，能学到一个说得非常流利的一个水平。是，但是如果你有时间，你愿意坚持，我觉得每一个人完全可以做得到的。那你觉得只是就是我们比较年轻的人才学习中文吗？还是说就是谁都可以学，或者谁有这个潜力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觉得，如果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可能觉得我记忆力或者记性可能没有小的时候那么的领进嘛，或者是你觉得可能有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你怎么对这部分人你怎么说？就是说，我觉得首先是我也是现在是教中文，然后我现在的很多学员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或者40岁或者50岁，甚至有60、70岁的，都在上我的课程，或者是在学习中文。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对，所以我觉得，就算他们可以学习的话，那别人肯定可以开始学习的。就是要么是当一种兴趣爱好，或者是想学一点。只要你感兴趣的，我觉得兴趣是最大的一个动力。是。然后我觉得年纪大的不是什么克服不了的问题。对，是简单说。就是你需要有一种热情，是吧？对，这个热情还是最重要的。那你觉得你已经学习中文8、9年了？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自己有一些改变了？我觉得通过深入的学习一门语言嘛，我其实可以说是开阔了我的眼界，然后学会了从别人的角度来想问题。这是可能是一个比较深的层次的一个改变呢。但是简单来说，当然这个说中文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机会嘛。特别是在中国，像我们以前说的，就如果你在这边找工作或者是生活，你不会讲任何的语言，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嘛，不用说。然后我也做了口译，也做了笔译，也是做的。在这边做了媒体然后做了一些不同的工作，也包括培训，也包括不同的方面。然后这些机会都是，其实说中文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不管你在英国或者在美国或者什么国家，你的业务会触及到中国，或者是你有这方面的业务也好，或者是你想来学习或者生活也好，我觉得你学习中文。不管是学一点，还是能够坚持的说得好，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收获。那你肯定你自己也有很好的这个收获啊，就是这么长一段时间下来了。那好，那非常感谢高老师今天跟你就是聊一聊你这个学习汉语的过程。My pleasure, George. Thanks for doing this anyway. And my pleasure. I should probably explain that we don't normally just like speak in Chinese like all the time. No. Because obviously we're both from the UK but yeah, sometimes it can be fun to try that. And obviously if you're with Chinese people, you're going to be speaking more Chinese, right? Yes. If it was just like us and then 5 other Chinese people would probably be speaking Chinese. If it was just... Yes, and even to each other. Right, if it was just us just us talking, then we probably wouldn't be speaking Chinese. Just right. In case anybody's wondering about that. Yeah. Okay, yeah, so cool. Thanks for doing this, George, and hope everybody enjoyed it. Yeah, my Thanks. pleasure. Bye for now. Bye-bye.